Cloud Code 用了，就是大概过去2个月吧，我已经不手写代码了，就完全不手写代码了。然后我后来发现我 IDE 也不用了，就是过去只要告两个月诉他是吧？不需要这个环我就境了。完全都完全变成 prompt 了，就是 prompt。然后我唯一2次还打开，比如说 IDE 是做 debug，我设一个 breakpoint，我要自己看一下，就是不高兴让 AI 在那捣鼓，这是唯一2次打开 IDE 就需要做一些事情，其他时间用不到 IDE 了，所以我后来 cursor 我就是 cancel 掉了，我用不着了。然后以前还用 cursor cancel 掉了，现在就 Cloud Code 跟 Codex 2个，反正捣鼓呗，然后让这2个左右互搏，先让 Cloud 对 Code 对对写一个，然后我说你把这个东，review。西 Codex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做的怎么样，然后 Codex 给一点意见，我说 Codex 说你这个做的不好，你自己再改改吧。我觉得，我现在是在给 agent 打工，你知道吧？就是坦白讲，我们的这个就是本地的这个测试环境做的还不是太完善，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把前端、后端，然后数据库都给跑起来，然后我都是呃，比如说发指令，直接语音转成文字就可以了，这个说的比较快，然后前端跑起来，然后 take screenshot，我说这个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你自己看吧，然后你自己去找吧。反正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图像比那个文字还有效一点，特别是像系统出判断。毛病了，对，那 log 我都懒得 copy paste，就一个 screenshot，我说你看这个 log，你自己跟这个时间还有那个 log，你自己去找找，这个有 bug，然后你找清楚了，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感觉就是这2个月马上就，反正 IDE 用不着了，不手写代码了，然后现在大部分时间就在那 prompt，然后这个产出最大的限制就是你能够同时开几个进程，就这几个进程吧，就是跟这个聊完，跟下一个聊完，然后呃，这是主要是人的这个 bandwidth switching cost 太大，导致这个不能同时开太多进程的。所以 Cloud Code 自己和 Codex 就可以自己在那儿一来一回吗？还是你需要 copy 我 paste 给我过去？我现在我现在还是要看一下，因那你再加一为个 Open Cloud 不就可以了吗？Open Cloud 的话，那个你也可以做的一你就说你个事情，就看他两个人干活，你把这个贴给那个，那个再贴给再搞个 这个。supervisor，管他俩。你可以搞2、3个小龙虾，然后反正他们自己互相打架可以的，对吧？不是，那你哎呀，那你你想，你看我们这 analyst 老板都要求上什么 Cursor Cloud，那你觉得那个 AI 的那个 analytics 的那个 tool，你们的产品是不是也会被威胁到？我觉得要像比方说 看吧。Cloud，特别是 Cloud，它自己就可以在里面出 chart 呀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有一定的 overlap，但是我们现在主要目标用户还是这种 non-technical 的吧，就是说，第一是比较偏 non-technical，就是你用这种 IDE 用 command line，可能对他们还是有点就是不是太友好吧，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说，data 还是有很多这种 security 啊，然后还有那个 sharing 啊，就是你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在本地这个跑，就是然后你要对，连数据库的话，它有很多这种 data security 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是你怎么 manage 你的 context，所以那个东西还至少短期内，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吧，就是嗯，但于长远来说，就是说看你怎么找到自己的护城河啊，然后这个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对，得就是说 Cloud Code、Codex 这种出来以后，就是很多 SaaS 都反正都比较麻烦了吧？就以前的话，你还就是说要买个专门的软件给你定制怎么样？
现在你找个你 engineer 可能 vibe code 一下这种内部的 internal tool，就是至少可以出一个像模像样的版本吧，就是可嗯。以很快的出一个。对，所以你现在用 Cursor，你自己觉得用的爽吗？没有，我这是退役程序员好多年了，我这都今天还在那里配环境，怎么把怎么在 GitHub 上把代码下下来，整了半天。但是 cursor 都会告诉我，我就是我这一步卡住了，哎呀，我输密码怎么不管用？哎呀，我这个 API token 怎么不对？cursor 反正都告诉我，这个怎么啊？说是这样，你还是我就跟着。你还是这个目标客户啊，这个东西就是给你用的。然后你用有什么好处？因为你有这个 business 这个 knowledge，然后你还有 idea，对，还有 vision，你用这个这天衣无缝，对吧？这是你本来比如说是你再找个程序员儿然后你说哎呀，你给我写个 SQL，那 SQL 写完之后，你再找一个谁谁谁帮你跑这个 pipeline。现在你自个儿你一个人儿啊，你可能你一个人现在取代五个 engineer，但是你的结果是一样的。对，我跟你讲，这不仅是我们公司很神奇的，有一些很年轻的小朋友啊，就非常年轻，啊纯 non technical，就完全没啊。有接触过 coding 的，天天在那研究 cloud，天天在那研究那个呃 ChatGPT。那嗯今天开会，一小姑娘把全公司的 goal target 嗯用 cloud 直接搞了一个小的 site 出来，嗯就你可以可视化整个公司的 goal 有多少是到什么 progress 完成了多少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他完全没有 technical 背景，他有一个 giant spreadsheet，他就本职工作是整这个 spreadsheet，他就用 web coding 就给他整了一个 reporting 的一个网站，就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各个组它的这个完成的情况。我嗯们公司内部也搞那个什么 AI session 的时候，差不多有1/3的 session 是一个完全 business person 在讲，就是说对吧？我花了一个周末，我用了一个什么什么 cloud，或者我用了一个 cursor，或者我用了一个什么什么 AI tool，然后你看我做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什么一个 workflow 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我当然知道这玩意儿肯定是还是有些技术壁垒，但是你会发现这技术壁垒已经很低了，就是 no 嗯，technical people 只要那愿意，对吧？花点时间，稍微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他们也都能搞得出来，真的。是是我是是，我觉得现在那个感觉这个 job title 的区分不是太明显了，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是 full stack，就是你 full 不 stack 管是 full stack 对啊 employee，对啊，我以前觉得没觉得我自己可以写 front end code，因为 front end code 现在什么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Terraform 反正也可以搞，然后我的那个 co-founder 他 PM，然对。后现在我们也没有专门的 designer，他现在想要做前端要什么效果，直接 vibe code 一个说我已经做了一个 prototype 那直接给你们看一下，就我跟你讲，是现在 对啊，PM 面试要 web coding，是啊。就是是吧？面试的时候，PM 你当场要 web coding，这已经是，这不是现在，去年就已经是这样了。对，反正我听见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呃，像有一些大公司 PM 推 engineer 推不动，然后花了个周末出了个 prototype，说啊我已经然后 engineer 那边有点被直接打脸，然后就哎呀，这个不能找理由推脱了，因为你俩现在一个是老板，一个是业务方，我还是 engineer，那我就是有这种同感。就现在就是怎么讲，这是我就不愿意这种大炼钢铁这个搞 AI 的原因了。就是说那个，这很多时候人家就是突然来个人讲，哎呀，北丹啊，你看啊，我有个什么什么东西，你看都已经跑起来，都多好多好多好，你快点，你快点把这个放到你系统里，然后咱们上线给整个公司用。那其实问题茫茫多呀，那你说那后面是还得真的还是因为现在我感觉这个事儿我还是乐观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某一天它真的就是说它这个 Web coding 质量也很好，但现在这个 gap 还是存在的。那至少在今天这个节点呢，一个什么人拿出一个东西过来给我的时候，我是很恐惧的，因为我这个拿来之后，这肯定各种问题，就包括现在这个唐磊提的这个 security 的问题啊，包括他如果是这个并是，发很高会有什么，他都不管的。那这个上来之后对，呢，那就
那存在最大隐患。那这个其实等于说会有很多隐性的工作，那需要 engineer team 来给他都 fix 好。那这个那这就变成 engineer 干这份工作都在公司里边嘛，对吧？工作量又很大，又没有什么 credit。哎，说你对，我做的就关键是你没有 少了 credit，吧？这个玩意一出来，credit 肯定是谁做了 prototype 谁的 credit。对呀，你看这个事儿这个就造成现在那个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大炼钢铁的时代，就炼出好多粗钢废钢，然后然后你看还都有了产量还爆多啊！你看我们公司这个上半年干了3000个 agent 啊。哎呀，我觉得这样就是以前呢，就是你有什么，不管是你做什么创业，或者是你 PM designer，或者是 engineer，你想做一点事情，以前变了一个 prototype 或一个 demo 都要折腾不少时间对对对，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感觉可能几个小时或者大半天，你就捣鼓一下就可以出一个 prototype。但你要把它真的放到这种 production environment，还是需要像北哥这样那个要比较懂这种 architecture，还有这种整个系统呀，你要把关的，你不可能随便上去的。我前两天就前两天吧，一个一个人他deploy 一个网站，然后直接 wipe code，然后用 Terraform，然后放到 AWS 上去，结果一不小心把他网站上整个数据库全部 wipe out 了，对吧？然后后来他是直接联系 AWS 客服，24小时内升级客服 P0，找的不仅仅是 database 啊，连他的那个每天2点钟的备份都给删掉了，就是他直接，所以因为很多时候现在这个 AI agent 它的那个就是它的 guardrail 都是在 prompt，它不是在系统级别的，它就是很多人用起来用的爽了就直接 yes yes，直接 auto accept 所有的东西你就这不就是直接对啊这不就是小龙虾吗？这不就是 对啊 OpenClaw 吗？对啊，所以 Meta 那个做 alignment 的那个头就不也是一样嘛？就是先在 Sandbox 跑，哎，觉得还可以，然后最后连上自己的 email inbox，然后哇，就开始没了。删了，最后只能物理拔电源，这个是最保险的，只能系统阻断，对吧？对，嗯，哎呀，哎，那怎么说呢？就反正这个感觉现在这个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你说接下来这个就业都是个大问题，我感就觉最后就有大问题。是大家就是人最后就是最后要来兜底，活虽然 AI 都可以干了，但是你不能让 AI 兜底，他，对吧？你看刚才北南说对吧？老板干活不力被 fire 了，你让 AI 干活，你没人可 fire，你要出了问题，所以你每个 AI 干的活必须要配一个人来背锅，你知道吗？对，这现在是暂时的，这个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 AI 能力没有那么强嘛，那的确还得有一个人。但以后呢，其实现在我已经就是这个初见端倪了，就是说是不是这个 AI 和 AI 之间可以互相 debate 一下，或者互不相的。早就不刚对，才那是，他们也不就说了吗？但现在就两个 可能还 agent 不是那么互相 让人 check 放心。就行了嘛。但我觉得再有嗯，可能6个月，慢点儿可能1、2年，那这个可能它又会是一个能力的升级。就像那个唐磊说的，其实这几个月这个 Web coding 能力已经大幅上升，那你要再发展几个月，你这个 multi agent 再做一做，那可能就真的是说，可能很多工作就不用人来参与了，它自己就开始循环的。对呀，你看去现在年对啊，去年我跟那个曲小英那个 Hello Boss 那个曲小英他们的模式就是他给你 create 一堆 AI agent，然后一个 AI agent 的 architecture，一个管 backend，一个管 frontend，一个管这个 integration，还有一个管 QA，还有一个管统筹，就这个分活儿的。然后嗯，你说你交给他一个任务，你要干什么？好，这7、8个 agent 都开始动起来了。然后每一个就煞有其事，他还让你看见那个，哎，不，大家已经都互相在聊天是吧？我现在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啊，我要谁去干什么？它这个架构本来就已经是这么了，那现在我不知道，因为可能又过了半年了，可能随着这 agent 的智能的提升，可能它这一套已经跑得很熟练了。哎，这个趋势会反正会越来越往 agent to agent 这边走。我们
我们最近就出了一个 Slack bot，然后我们马上就有客户说他们要把小龙虾接上来。我说 OK，我们要做一点处理，你不能两个 agent 两个 bot 不停的在那聊天，那你有客到时候户说什么？他要把小龙虾接到你们的 Slackbot 上。对他就说他们的小龙虾接到了他们自己的 Slack，他说我的 Slack 我的这个小龙虾 bot 要 talk to Fabi bot 那个 Slack bot。哦，要跟你们 talk。对。对，然哦，后我们做了一点那个 guardrail，要不然的话，这两个 bot 可以不停的对就是可以通宵聊。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这两个 bot，他说：“哎，你说这个事儿，好好，我有什么？”啊，他说：“这个你直接叫我，然后我再跟你说。”对啊，我们那个连上以后，当天一天就是马上这个哇，这个 token 用量马上就上去了。这哎，个因为 AI agent 它好像是有问必答的，对吧？它对呀，不会说你他不能让话发一段话它掉在地上，不回答，好像你不管发什么它都会回答。没有可能的。你可以做到，就是他做一点预处理吧，就是你可以有选择不回答，就是但是如果你不做一点 guardrail，他就是你两个人互相 tag，然后不停的在那聊得好开心。对啊，所以其实哎呀，我觉得接下来2、3年，我觉得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嗯，个，你方面。像现在一堆做 SaaS 的，对吧？我们搞了这么多系统，搞了 API，都是针对人的。然后接下来你很多时候这 API 都是给 agent 用的，就是你怎么 就 design 是 API，你怎就是 么这个接 prompt 口，是吧？对啊，就是它最后都是通一个接口来，通过一个 agent 来跟你啊，就像你看这个小龙虾，它本身就是一个 chat 嘛，然后你把它，然后这个小龙虾直接装在了一个 Mac mini 或者一个电脑上，它电脑上所有东西它都可以捣鼓，就是变成一个操作系统啊，就是 agent 它直接控制了一台电脑，然后你有什么指令你就发给这个小龙虾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 natural 的形态，就像我现在我觉得用 cell phone，那将来再过几年肯定最后就是一个 chat interface。你现在装了上百个 app，装那么多 app 干嘛？我直接一个 supposedly Apple 的 Siri 应该是 Apple App 会变成 Intelligence。底层应用，会变成基础件，我我对吧？我觉得 Apple 有可能会被 OpenAI 搞死，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OpenAI 它因为走 consumer facing，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先，他们想做硬件，他们又把小龙虾给收了，对吧？做 personal agent，然后你硬件再加上那个 agent，那最后就是它变成一个这个 agent 就作为你个人的这个 device 的一个入口了嘛，就是你不需要装现在的模式，就是现在 Apple。我觉得上一代吧，就是 App Store，然后你装各种小应用啊，然后应用程序，然后你在手机上捣鼓。那将来呢，我觉得这肯定就是直接一个 agent，然后你有一个 device，它就直接可以上网，可以帮你 book calendar。By the way，我不知道你们用的现在的 Apple Intelligence 没有，那蠢的要死啊，真是。然后我们不要攻击某一家特殊公司。，OK，这毕竟行吧。他跟我还是有些关系的公司的。这个，但的确有些公司它可能它错过了这个大模型时代，它好的一个它没有一个好的模型，这个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模型力量的这么一个差距。但你看 Apple 它不也不选择跟这个 Gemini 合作了嘛？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快体现出这个 Gemini 的力量。但是就它落后了，就现在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么一个差距。可能早先互联网产品可能你不会觉得是算力的差距啊，或者什么的东西的差距，或者推荐算法可能就没那么大差距。但现在真的是这个智能的差距，就是可以用户直接感知了。嗯，嗯。那你刚才唐磊你说那个，嗯，就是这些 App 都不见了，但是我觉得这些 App 它的底层的功能还是得有啊。就是它的基础件还是得在吧？它比方说，它可能以后卖的不是一个 app 的形式，卖的就是它的 service。比方说 DoorDash，可能它确实不需要界面了，对吧？你直接对着嗯。手机说给我点个外卖，它就给你点好了，对，或者是你最喜欢什么，它都知道，对吧？AI 反正各种都可以分析，但是它最后下单，然后这个单到商家，然后有人去把东西呢送给你，这一套还是得要有人做嘛，对吧？所以这个应该还是在，它可能就是说它不需要一个 App 界面让用户去什么搜索啊，然后去什么什么，可能这个我是不需要了。我觉得就是这些 app 的界面慢慢会
越来越多的开始考虑，就是把它做得更加 agent friendly。对，让 agent 可以对去操纵它，对，对吧？因为人直接跟这些 app 打交道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就是就是如果这个 agent 足够强大的话，足够智能的话，supposedly 它不需要人跟那个 app 交互了，你直接告诉他你，比如说我点个外卖，你跟我直接点，那直接 agent supposedly 它对足够，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觉得接下来2、3年完全可以做到。对，现在其实它是在一个变革期，就现在逐渐已经成为就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这些 API 啊，原来肯定是说接 app 有一个网页人在用，就人通过网页，然后网页靠这个 API，但对，现在如果再去看这个统计的话，可能很多 API 你感觉它是 AI 靠的更多了。就是 AI call API，然后跟你说你要下单。其实原来可能是你点 button，现在就是你跟 agent 说我要下单，agent 自己就一看，哎，这有个下单的 API，我找他，我就 call，我说我要对，点这个飞腾鱼，那他就下单了，他可能能帮你找到最便宜的，对吧？那他就是这个东西完全都是靠 AI 来说决定考哪个 API，考几次，然后写什么读什么。但是现在是因为现在是个过渡期，现在你可以看到，其实还是说这个东西叫 MCP2嘛，对，是对已有的给人用的 API 的一个封装。但后面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转型了？完全说我这个有 API 我不再给人用了，我只是给 agent 用，是不是对效果会更好？那可能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在眼前了，就是这个 API 是主要服务 AI 了。嗯，那对，这个大模型或者是 AI agent 会变成一个对，基础件了。我觉得这个很多公司的这个业务模式变吧，然后现在就一开始我们讲的，大部分人都变成这个 full stack 了以后，反正这个公司的规模，除非是他们做 AI 有新的业务啊，就是做 AI 的公司，他找到新的业务，那比如说像 OpenAI 现在可能3000多人、4000人，Anthropic 还在狂招人，对吧？然后，嗯但其他的公司的话，就是这个规模肯定会变小。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呃，我们可以打个赌吧，就是赌那个2年以后，比如说好，像我们可以挑几家大公司，比如 eBay，或者是还有你还记呃得像易贝这种大公司呢？哎，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谷歌的话比较难讲，谷歌的话他们自己做 AI，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做 AI 的那个部门会扩张，所以它整个公司的规模是不是会减掉一半？这个我觉得TBD 吧。但是我觉得其他嗯，的一些公司不是直接做前沿的这种 AI 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减一半必然的。我觉得可能 aggressive 的可能减到30%都有可能。我记得我当年在易贝工作的时候，这好多年前，10年前了。我记得我经常在公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易贝这个公司啊，如果今天砍掉95%的人，剩下一个 engineer 团队维护这个网站，让它能运行，挣的钱一点都不会比今天少。就就这个公司，它其实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增长爆点了，它就是 maintain 它的这个一个 market share，然后服务嗯，好它现有的 customer segment，that's it。所以我觉得你拿易贝举例子可能有点不公平，因为它这个 business 本来就已经在这么一个下坡的区间内了。我觉得你得换个例子，就比方说它的业务可能还是比还在较稳健，还是在增长的，但是因为 AI 的这个使用率的提升，它不需要那么多人，哎，嗯我觉得 Block 也不是 Block 裁员，我觉得目前看下来也不完全是真的说哦，AI 代替了40%人的工作，现在我不需要那40%人了，好像也不像。从各种这个民间看到的消息，大部分人都认为他只是找了一个借口把这帮人给干掉了。嗯，但是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这个公司业务没有问题啊，蒸蒸日上，甚至还在增长，但是这个workforce 就是只要50%或者甚至是30%人就能够撑起这么大一个业务。如果有这样的例子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嗯，嗯，对，这样的例子我觉得会比较少吧，因为一般在这个业务上升期的话，绝大部分的公司都是选择扩张嘛，就是你还是对，投入，因为这里面对
就是有个问题，很多公司招人，他完全说嘴上说我们都是为了扩张业务，都是按照我们业务的规模来招人，但其实大部分公司都是按照 budget 招人，就是我们今年公司有多少 budget，我们能招200个人，那绝对是能招进200个人来。我跟你讲，对呀，我哎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哪个老大会说，我底下这个我200个人，我干成20个人，然后我从一个 senior director 我变成一个 manager 的 scope 了，那谁也不干的。我原来的时候，原来在卫喜的时候，那一年拿了大概有十六个 head count，我招嗯，招招招招招到12个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好像环境不太对啊，这个我后面这个我就不太敢招了，我就觉得这个有点招太多了。但是如果我要招的话，确实可以招，因为我有 budget，我有 head count，这都已经 approve 了。对吧？所以就确实是很多公司，它这个，你像很多公司在疫情的时候，为什么招那么多人？就是 headcount 人在那里，你不招，这白不招，肯定都是往上招的，对吧？这就会形成这么一个局面。但是我觉得哈，现在的 CEO 们、board 们也很精，他们看到这个趋势以后，以后你还能不能拿到这么多的 budget 和 headcount 也难说。其实需要一个例子嘛，就像当年这个马斯克入主 Twitter 之后，他说干掉80%-90%的人，哎，这就很好的一个例子。就对于老板们来说啊，说这个哎，你当公司干时已经离开了吧，对啊，吧？你那时候我已干着的时候。经离开了，那就是说，哎，他发现这个互联网公司，他干掉这么多人，还能很好的运作，对，就是他就给大家这个信息，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这公司里边儿，他你这个不是说每个老板都有这个魄力的，因为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后果。那你有一个例子摆在前面，大家都觉得啊，原来这样没事儿，这样真的可以的时候呢，哎，就会看到更多的例子。你虽然离开了，但是你有没有一些前同事啊或者朋友还在 Twitter X，他们几乎知道就是干掉80%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是一个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从外面肯定看不出来嘛，这个产嗯，品还我在运行。觉得现在 Twitter 不是太好吧？那当然，这对，个这个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公司裁员吧？我觉得因为 Elon Musk 反正跟那些媒体啊，然后关系不大好。关系不好，这嗯，对个原因。对，所以那时候所以所以我还在推特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走下坡路。我记得可能是啊，19年还是20年，他就已经流量高峰了，再往后就一嗯嗯，路一路的下降。因为推特有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某一年的超级碗，这是最高流量。那对。再往后你再后面的超级碗可能都没有这个流量高，那他就会就你也能感觉到这个流量是在一路下降。就这个互联网公司其实也是在生命的一个中后期了。你不管谁入主，他可能都很难翻过来，因为这个形势它已经是一个。我不能说是成就，但是他已经大家都知道啊，Twitter 发个140个字，那他很难产生那个新的流量高峰。因为估计全美国的人能用的 Twitter 的人都已经在 对 Twitter 呀、上了，对吧？你对他他这个没有新，活跃用户就是还有那谁去这就跟当年的扩展了？雅虎一样，就是可能这个都是还是雅虎没有那一天也还是有很多用户的，他只是觉得这个不会再有新的用户了，然后老的用户可能死一个少一个的时候，那这个互联网公司他就感觉你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了。那所以当就是80%人裁掉以后，那是不是就是说剩下的20%人，只要保证这个整个网站整个 site 还能够正常的在 run 就好了，就不需要再投入去拓展什么新的业务，所以就是只剩20%人，其实也能撑得住，是这么一个情况吗？对，其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这个其实也是管理层的一个反思，就是说是不是说公司真的有必要做这么多项目？这项目说不做，公司也无所谓。那后来发现公司可以不做，对吧？而且很多东西像你说这个，其实你这如果是个非常 active 的项目，就需要很多人。如果说这个项目就是 maintenance mode 了，我不对动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系统其实可能它也不出事儿了，因为我不对改了嘛。对，因为这么说，如果你流量一直增长，你不改可能也不行。那不行，对。但是它如果流量在下降，因为你之前扛住了，你后边应该也没事。对推特的话，感觉就是产品，我觉得就是像反正感觉十几年就没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化。就是曾经想过突破一些，加一些打赏啊、买货啊，但是这个由于这个 CEO 个人的这个 vision 非常的这样真的这个人真的很有 vision。他说推特就要这么纯粹啊，你是我就说创是要知道我周围始人还把这个是后面那个被创始人，不，他后来创始人？他不回来又当 CEO 嘛？他回来之后，他就把嗯，一些比如说卖货的直接就砍掉了，小视频不要了，然后打赏不要了，交会费可以交会费的，
啊，但这后来马斯克来又缴会费了，好吧？说起 Twitter，我觉得现在 Anthropic 给我的感觉就像当年的 Twitter 一样，就是 Twitter 刚出来很火的时候，不天天都是一个那个 Bluebird，然后就宕机了嘛。然后 Anthropic 也差不多，Anthropic 我觉得也是属于现在上升期，三天两头出 incident 的啊，我们 API 又出毛病了，在这里出毛病，所以上升期跟后期的话还是不大一样的，我觉得嗯它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神奇。你同样是那个产品形态，基本上没怎么变过。比如说 Twitter 后来就是现在有点走下坡，其实现在还 OK 了，就是还是肯定有一波铁中粉，很大。铁中粉就是在 对，Twitter 上比较非常 active。我觉得他们跟那个其他几个媒体，比如说 LinkedIn 啊或者 Reddit，反正不大一样，就是它有一波不同的人。但 Reddit 也是这样，Reddit 就作为一个，就有点像美国的 BBS 吧，反正就是，嗯，然后嗯，他也搞了十几年了，他也一直那个形态，然后现在我觉得他 Reddit 还挺活跃的，现在作很活跃。为这个，对啊，作我为经常我经那个常搜东西，最后搜着搜着搜着，哎，还是 Reddit 管用，就是 Reddit 真的有人讨论这个事儿，然后大家说的都是相关的，就别的地方都搜不对。到这样的信息。而且他们那个，因为他们，我觉得是那个社区控制的比较严格吧，就是相当于比较纯粹的人类交流的数据，所以对吧？你你所你提到的这个概念让我有点毛骨悚然，纯粹人类交流社区，这以后就是没有纯粹人类交流社对啊，区了。这 Reddit 真的是一个，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个人还有价值。就像你说，你找就找找，哎，发现这个真的只有人有，这个 AI 呢，它就是没有。这不是说你跟 GPT 聊能聊出来的，这个就是人，就是啊，我二舅我三姨之前遇到个什么事儿的，别人不会，那就他会，然后他给说出来了，一搜都搜到他。对，其实对啊，我们可以看看这种类型的公司，它最后能，对吧？我觉得这种类型公司也不合适，因为它不是 AI 那个 native 的。就是说它的整个 build up 的过程都不是 AI build 出来的，所以你说它要最后通过转型变成一个非常重 AI 的一个内部组织、内部管理的一个公司，其实是很难的。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将来会有，我觉得会有一些机会吧，就是它还是 focus 在人上面，就是说你有，比如说现在你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做 computer science 学计算机的，对吧？现在就是名校毕业的都找不到工作，对吧？这是3年河东3年河西，对吧？这个 AI 出来之前还觉得是香饽饽，然后这结果没想到第一波淘汰的就是把学 CS 的人给干掉。然自己后开发了一个超级牛的软件，然后把自己替代了。呃，呃，但是接下来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工作还是需要，就是你还是需要跟人，就是需要人面对面的这种交互的，就是他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出来的吧，就是那种职位我觉得是比较牢靠的，就是需要人，需要当面的这种交流接触啊，或者这种是还是有的。但就是说，呃，我觉得接下来几年大变革时代，我觉得很难讲。我觉得现在可能 senior engineer architect，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的，但对 junior 的，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就是嗯。可能最后就是像你一开始说的，反正啥就是 be a fast learner 吧，就是你把 AI 这种各种工具用的火起，那可能就是在还可以，我觉得在不管是做什么工作都是有可能有机会吧。然后，但如果你像传统的，比如说哦，我学这种统计学 CS 出来，然后找一个对口的工作，我觉得就现在会对 junior 的这种graduates 会比较吃紧。对。我觉得在应用层面来说，我觉得一定是更加的爆发式增长的。因为这两天还看了一个新闻，说那个日本一个研究团队用 AI 去分析那个纳斯卡线条，就是那个南美洲那个荒漠上那些奇奇怪怪的那啊些啊，画，就通过 AI 一下找到了300多幅。就原来只能够坐一个飞机上去看，对吧？啊，这哪个有个图形用看，然后他就把这个整个卫星图片，让 AI 来扫描，
因为 AI 它能看出细微的变化，对吧？我们嗯看一个颜色差别不多，我们可能就看不清楚，但它是通过像素分析，所以只要有颜色的变化，它是很明显的，所以它能看出很多你人眼看不出来的图像。然后他们找到了以后，再自己冲进去，到那个地方去看，哦，这里确实有一个，但是没那么明显，你在飞机上可能看不到。就像诸如此类的应用，我觉得，而且它的这个门槛又变低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就是说话嘛，你就是让 AI 给我干这个，你让那个给我干那个，对吧？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考验什么，就是考验你的创造力、你的想象力、你的投入程度。就你真的愿意想到要用这个东西来解决一嗯，个什么事儿，你愿意花时间去干，就肯定是有很多新的 opportunity。这对，个是，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大家就不需要做重复的工作和劳动了，对吧？不需要天天整理报表，不需要天天这个 Excel 给你画个图，然后我做个 PPT，对吧？这些工作可能就真的那个不需要了，那人就可以干别的了。嗯对，就像你说的，比如像我们的客户的话，我说，呃，我觉得最后还是取代不了人，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对这种 business analyst，因为 AI 它比如写代码这个没问题，但是它需要人来，我觉得就是需要人来，第一提供这种 business context，第二就是嗯说需要人来给这个 guidance，真正还是需要你最后是一个懂 business 的人，你有这个你可以 judge，你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到底 make sense 不 make sense，你给他这个反馈，他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就是相对而言，这种比较就是 routine 的 work，就我觉得这接下来 agent 的，反正已经在做了，就是很快的就帮你把这一块都做掉。然后你就是要有这个判断力，或者说他们还说你要有判断力，能够知道这个东西做的对不对，然后你要能够 guide 这个东西，对吧？所以就是说。确实是让你能够变成，就是你想做一些事情的话，能够 unblock you，它 AI 能够嗯。帮你做这个事情，对吧？因为相当于一个人变成 superhuman，但是对于公司的话，就是说，它最后怎么这个形态怎么 evolve，我觉得接下来2、3年，我觉得有大戏看吧，就是哎，我觉得，虽然刚才这个唐磊说这个architect 呀、这像我这种 senior 的 IC 可能还有工作，但是我对这个持悲观态度的。我觉得就这2、3年了，然后后面呢，我觉得他的能力呢是可以说来取代我，来取代我的，就是他不用就是说，但是说你像唐磊说，你还是得这个就是这个初始的 idea 还是得人给，因为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人才有这个 context 嘛，你这样大模型其实很大一个 limitation 就是它这个 context。它不够大。你哪怕说你可以100万头 o 长的 contact，你可以放很多知识进行的分析，但还是不够长，因为不像人比如咱们在聚到一块儿，咱们 make 一个 decision 的时候，咱可能从小时候3、4岁一直想，咱们读大学有上份工作，那个份工作又怎么那个公司这个公司，刚才我们谈话，这个 context 这个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综合的决定，我们说决定，哎呀，这个明年我们还是得干个什么事儿。那这个对大模型来说其实有点难，它就是他也能做，但他可能就会漏掉一些关键的信息，或者嗯。说他可能这个出的结果不够好。那其实我就回过来，我觉得之前的可能这去年一整年我都在想，哎，AI 能够做什么事儿，能够怎么取代人？但是你到了转了今年，真的就变化了，我就会想，就还有什么事儿，就是说我们人能干，就是说 AI 它不能干。我觉得 agent，你从大语言模型它本身来说，它是基于经验的嘛，它是无数的过去的语料训练出来的，所以它是能够把已经出现过的东西、已经发生过的东西啊，它是再能，重复一遍，这它是顶好的，它可以，对吧？对，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不同的业务模式、新的玩法、新的产品出嗯，现。那这些东西还是要人去思考、去定义，哎，对，然后把这个东西给敲定下来，让 AI 去完成 specific 的一些工作。嗯嗯，maybe 我觉得，我我觉得你觉得将来比方说，今天我要说 AI，你给我去创造一个 Go ahead，创造一个市值10 billion 的一个 unicorn，一个 startup。这我不觉得 AI 能够，它可以去搜一下过去哪些公司是这么做，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不觉得任何一个 AI agent 能够哎，真的就在这儿，把这个这个做出来。东西其实我觉得差在什么呢？它就没有这个 context，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但如果说，比如说，如果咱们三个组一个创业团队，咱们可能聊了3个月了，现在市场有些什么机会，有些哪些机会好，哪些机会不好，咱们有 meeting notes，然后你把这个给 AI 问进去，给它飞进，它可能稍微大的，但它多分析一遍，哎，他那没准还能给你个不错的结果呢。就是假设，是，那这就是还是要我们三对，个一还是要有起去人的。去去做但是你说呢？很多前期工作嘛，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它一旦出来之后呢，哎，它就高度的辅助人类。比如说我们可能是咱们仨在一块儿聊3个月，其实昏头胀脑，最后也没想出来到底什么东西好，那就是常事儿，对吧？觉得这个也行，那个也这可能也不行啊。但他给你综合的一分析，他能跟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哎呀，你这个 idea A，是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他能给你组织的很好。但这个那说的其实对嘛？这个 AI 你用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它很自洽，对吧？你要信它，觉得还挺对。但你有时候觉得，哎，这个他自己他这是你的自圆其说，但可能还少点什么东西。我觉得还真的很难讲。我其实，呀，咱们现在都是以人为本啊，就是你嗯，想的，不管以后不管是 business 还是怎么样产品，你最后还是 serve 给人的。但是你看那个小龙虾那个社区闹得这么火，当然是那有一点噱头了，但是还是而且还有他们 agent 的像那种，就是好像有什么一个网站，就是现在是有点像赌博，只让 就是 agent 上的一个网站啊，对，agent 在对对，里面互相聊天。对，互相聊天，然后互相学习，对吧？然后我现在可能还是停留在比较浅、比较相对于比较浅一点的吧，就是说怎么聊天啊，呃或者学习一些 skill 啊，然后有些任务，对吧？那我觉得将来有不有可能出现，就是整个公司它就是一个 agent，比如说它的目标就是要做成一个，比如说 unicorn 啊，然后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将来有可能是会出现的。至于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很难讲，但我觉得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形态，就是说它主要的交互其实是 between agents 之间，他们自己有这个 business 来做这个事情。甚至嗯，于会不会像科幻小说说的那样说啊，你比如说机器人它出现什么一个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社会了，然后你有人有这个社会，这最后就像以前看 Matrix，最后不就是因为人类社会跟机器人社会闹翻了嘛，然后就是出现了这个 Matrix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讲，我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evolve 的形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完全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 interaction，就是完全是 agent 之间他们自己捣鼓了，对吧？然后，呃会有新的形式出来吧，但最后具体真的出来以后，这个人类有多少能接受，我觉得也很快，马上就会有这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对，所以，嗯，嗯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最近看到网上很多人开始用那个小龙虾 Open Cloud 去做那个投资，就是嗯说给他一个投资策略，对吧？然后我说给我挣到100万，然后不管了，目标挣到100万，然后你自己去弄嗯吧。这个投资策略是这个，按照这个策略，反正你每天该怎么交易你就买啊卖啊，你就自己按照。当然我不知道有的人说通过这个赚到钱了，有人，但这个很难说啊，因为股票总会有人赚钱，有人亏钱，这是不嗯。是 AI 比较厉害，这说不准。我看英但是 国人说，就投1000块钱，看什么时候能赔光。对，没听说有放多少钱，让够赚到100万才能成功也的。有可能。对，反正就类似吧，对吧？他只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他其实真的是可以自己不停的干下去，就是不停的迭代，就你指不定他就能干出点啥，这个真的是不好说。对，你就跟那个，你你比方说你现在买很多基金，对吧？那背后都是投资经理啊，他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那说不定就会有个大牛，就是说我这 A 金的好，对吧？我现在开放，你们就来买我这个吧。这个基金不是我操纵的，就我有一个 agent，他每天就在这里买卖，嗯，这完全有可能啊，对，是不需要什么基金经理，啥都不要，自己每天他就配置，看盘、分析数据、买卖就好了。自己看新闻，自己啊，调整对，这个配比。啊，对啊，自己看新闻，
那看新闻比你们那天天盯着华尔街的那些人记者快多了，对吧？你什么新闻，他直接语义一处理，然后一分析就可以了，很快，嗯，所以这真的以后可能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无人的公司啊，无人的这个基金。对，就是除了法人代表可能是一个人，其对他的全对，全是 agent 的机器人。以后我们只能当个法人了。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法 AI 人也犯法，我们坐不需要？牢是吧？我其实今天就在想，会不会以后就是法律给予 AI 一个特殊的一个人格地位，就是比方说 AI agent 可以拥有财产，可以拥有 property，可以拥有一些 physical 的东西。哦，哎，你说你又提到了一点，这现在还只有人能干的活儿，就这个你这种事儿，还现在必须得有一个人。不是现在有那么多在搞机器人的吗？这不是那么多那公司现在在研究那机器人吗？你把这 AI 装到那机器人上，有手有脚，不是吗？是这个的确，你可以把它弄得像个真人儿一样。对啊，那他就可以去送外卖了，他可以去给你干活了。送外卖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干。你你这现在出租车已经是无人了嘛？Waymo 已经在满大街跑了，哎，对吧？对对对你现在只是需要有一个方法可以拿到这个外卖，送对，过去都没有问题。你车停在路边，他来你车里开个门嗯拿着都没有问题，对吧？就是怎么取，这就是人形机器人嘛，还是需要帮你完成最后的50米，那还是得人形机器人下来帮你上楼梯，然后说放对到敲门，放到你对，你开门，他交给你的。这个车开不到你家门口儿。所以这个很难说。我觉得，我觉得很有可能最后人就只管娱乐吧。嗯，但是我觉得至少短期内吧，就是说那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跟人的这个智能很不一样，就是呃，就说比如说我们现在 vibe coding 对吧？就是 vibe coding，但是它有时候还是会出错啊，就是他出错的时候，有时候让你错的有点离谱，你知道吗？就是嗯一般你跟人 engineer 你 work，你觉得 OK，这个我大致知道你的是有什么 typo 啊或者怎么样，我大致知道你的这个 coding style，我也知道你出错会出错，就是基本上不会偏离的，就是在我知道的那个范围以内，我大概知道你要是犯什么错误，也就大概在那个区域以内，就是那个政府以内吧。但是这个 artificial 这个 holding agent 犯的错误，有些时候就是完全，就是完全比较难预测。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 intelligence 跟人的这个智能完全不一样，就它出嗯，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哪会出个错，对吧？然后那有时候比如说我说你写个 unit，我说这有错误啊，你得把它 fix 一下。结果他把 unit test 给改了，然后 unit test 过了，对对，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解决不了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他非常目标驱动，他说你跟我跟他说你这个不对，你要怎么样？他说好，北南给你。对，就是他有些时候会就是犯错误，就是你完全跟人的这个行为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会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要理解他到底会怎么 behave，你要有这个 expectation 或者 prediction，然后能跟想办法怎么跟他交互。就是说呃，反正我觉得接下来有很多这种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吧，我觉得可能会有不少机会吧，就是你不怎么防止这种 AI 它犯错，然后你怎么现在的 AI 犯错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确实很难预测，对吧？然后那个像前阵子 Vercel 他们出了一个安全报告，就是有个人说 somehow 他的那个系统里面突然那个 coding agent random pull 一个 GitHub 的 repo，然后把它 install 到他们自己内部的 production system 里面去。然后后来看了一下，就是说 coding agent
直接 random come up with a number，然后那个 number 又刚好对应一个 GitHub repo，然后就直接拿过来了。所以你说这个人会做这种事情吗？不会啊，对吧？不会说 random 一个 number，然后刚好 hit 到一个 GitHub 的 repo，然后把它拿过来。所以就是你现在有点不知道他怎么犯错，就有时候真犯的错误真的让你是哭笑不得。然后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code review 的时候，坦白讲挺痛苦的，就是特别是 coding agent 写的 code，你还是就是。得让 agent 去 review，就是他自己 review 自己。agent review 了以后，但是我们最后还是需要人看一下，因为人看的话，就是确实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怪招出来，所以就是 review 的话，其实还挺痛苦。嗯，对，我对，我最嗯近这一年可能 review 的这个 code 可能80%、90%、90%多吧，都是这个 agent 写的。但这个其实就是嗯说，你 code review 就需要另外的技巧，就是因为以前可能更关注于这个 code style 啊、变量的命名啊，那现在这个东西不用关心了，因为他做的都非常好。那你可能就更关注一些他是不是他犯了一些非常 stupid 的一些错儿，对吧？你不让嗯这种代码进来。啊，我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呢，有个职位以前没有，现在以后可以有了，就是叫 agent manager。就好像以前我们在这个互联网公司，我们都有 people manager，其实 people manager 很难干的，他这跟现在一模一样，他管理好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人，有的人很 reasonable，有的人不是那样的，有的人在公司里边其实这个你很难管的，那需要人来管他，那提混可能就是说这有些 agent 好难搞啊，他或者他有某些特定的场景他不行了，那这个就需要一个人啊，agent manager 管100个 agent 啊，你就是 director 啊，你是 agent director，然后呢，你控制这个你的 scope 哎呀，就大了，对吧？你我想要是不行，你想这个，管5个，对吧？你这个一线的 manager。我想想这个工种好 pathetic 呀，我感觉这个工种跟那个公安局的网络鉴黄师有一拼，就太痛苦了，就每天盯着100个 agent 在那儿 review，连个同事都没有，就看他们干活干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工作太痛苦了。这道题，你看看你怎么看了，你也可以说你就是 CEO，反正你就让这一百个 agent 不停的给你干活呗。你可以在这里选一些这个 TL 啊，你让他帮你先看一看这个，让你拿个走儿做决策。我是觉得这些东西 agent 自己互相之间都可以搞定，就是跟电脑 internet 相关的，只要 agent 互相之间互相盯着、互相 check，偶尔人去 interview 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我觉得不需要太，我其实觉得将来肯定有职位是 agent 需要人打工的，就是因为 AI 和人的这个智能不一样，我觉得它肯定会慢慢大家会发现有些事情就是人做它更加有效，有些事情它 你 AI 做你是说 the 更加有效。last step 的工作，还是说别的什么？你现在可以说是 last step，比如现在可能就是 last step，就是说那个你让机器人，比如说上对，the 台 last 阶 step 可以机啊这种，器人做，对。就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有些它就是人做的会比较就是更有效吧，对啊，所以将来也会出现，就是比如说你上面一个 agent director 雇了100个 agent，100个 agent 说，哦，我这个事情我找了 agent做不好，我现在需要招人，我是 job posting，我招人来做，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对，我觉得这你看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我前面讲的，你要不要赋予 agent 一定的金钱、物质的这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对吧？你他如果要你就你就招人，直接付他他要付工资，你钱了，工资就是 对吧？token，就是我给你10个 million 的 token，这是你的月工资，你自己控制你的 budget，干到25号，发现 token 没了，自己僵在那儿了。我觉得这可能最后一个币圈最后的用途可能还真就在这上面。感觉这个比特哎，币搞有了这么可能啊。多年，嗯，就最后也没有成为他想做的样子。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后 agent 之间 somehow 这些东西感觉比较合适，就是 agent 之间的这种交易，用一个安全的一个 network 来解决支付的问题，我觉得倒是挺合适的，因为他们没办法用 cash 交易，他们也不能刷信用卡，他们只能够嗯。用比特币。
然后他自己就充钱给自己充钱，然后那些智能偏低的这个智能体就被淘汰了，因为他对吧？他他他还能自己后来他他挖矿呢，对吧？他有空还能自己挖矿赚点钱。A 着的也内卷起来了，活也活不下去了。嗯，哇，是不是可能性很多？这么往前一看，嗯，可能性很多，而且我觉得好多科幻故事离我们都不会太远，觉得，这个，呃，反正我时常有这种幻觉，就是我想想我小时候几岁的时候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今天就是在那个时候小时候看的科幻的故事里的场景，就是今天的生活呀。Exactly 呀，小时候看的什么，对吧？这个机器人可以给你干这干那，是什么人工智能跟一个人工智能，对吧？是什么经常有这种情节，说什么一个远古跑到一个远古的什么飞船里面，哇，然后这个飞船有一个 AI 控制，然后你跟那个 AI 聊，AI 告诉你这个地过去发生了什么事，这这不就是今天的这个东西吗？对吧？和 AI 聊天的事儿是实际发生了，但有些什么飞天遁地的这些事儿呢，还没有实现，硬件落后于软件了。很快啊，我觉得这很快啊。对吧？凡是能够通过指令、通过计算机的事情，最后都能够 AI 已经能够控制。对啊，你等着 Elon Musk 把这种人机结合再捣鼓一下，对吧？你再把这个机器人 AI 接到你的这个人的哎呀，大脑上，我天，我的天呐，这个有的搞了。都想象不出来了，哎，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现在已经有点你聊的这个方向。所以我看他们说，给年轻人，现在你也不要想说选什么专业，将来就一定有保障的。现在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选你自己感兴趣的吧，反正你要有你喜欢的东西，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好了，对吧？然后你现在说哪个职业、哪个专业将来工作有保障，这个都很难讲，对吧？很难讲，很所以，难讲。对啊，嗯，我觉得他们现在分析的那些说什么啊跟电脑相关的白领工作最容易被取代。我觉得等再过2年，机器人跟 AI 结合在一起，那蓝领工作分分钟也给你取代了，这个一点都不难啊，这取代了比哎呀，这白领工作还容易啊。你这个机器人做出来以后，对吧？看那个春晚不都已经开始。去年是柳秧歌对吧？今年已经开始武术了，翻筋斗了，对吧？我跟你说，嗯，这行吧？个也会很快的。嗯让我们这个继续观察，看看这个到嗯，底会走向何方。反正我觉得也挺幸运的吧，对吧？能够目睹人类这一波科技大爆发，也是挺有幸的，在这么一个时代。对，嗯，嗯，让我们2年后再录这个 topic，然后我们就真人不用来了，我们都是每个人派了个 agent，分析来讨论这2年的变化。那再过2年，对吧？就是你脑子里有一个 idea 啊，今天跟所有去录硅谷棒的节目，一个指令，然后这个通过脑机接口把你脑子里所有的这个信息都读取出来，然后 agent 一顿分析啊，今天这个王北南会聊这些，然后我们3个 agent 就得自己互相聊，就好了。哎，好，那嗯，个今天聊的咱们有点这个 out of box，今天聊的非常的也非啊，常的爽。我觉得聊聊这些想象未来的东西，总归是很爽的啊。当你一旦你看到眼面前，哎呀，这个很快就把工作搞没了，就没有那么爽了啊。但你畅想的时候还是很爽的。没事，南哥在，所以我们聊的天南地北。好，嗯，那今天就感谢2位，我们这个结尾就是个开放性结尾，也没有什么这个结论，反正就是接下来这个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保持个开放的心态去尽可能的去跟上这个潮流，然后去看看这个人工智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可能性和惊喜吧。好吧，嗯，谢谢2位，谢谢谢谢。谢谢庄儿。好。好，那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儿，好，再见。